嗨，大家好，我是 Will，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更加特别啦，就是男人和女人如何互相利用，如何互相伤害。其实我很喜欢用比较特殊的角度去看待两性，这样子会有不一样的启发。这也是我一些创作的灵感。如果你要收看更多特别的两性主题方面的节目的话，你可以订阅我这个频道，这是你给我最好的支持。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如果交了男朋友还是女朋友的时候，你就很害怕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离开你。当他们稍微有一些不 OK 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焦虑或者很没有安全感。那是为什么呢？或者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了，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管他对你做什么事情，没感觉就是没感觉。为什么我们会有喜怒哀乐，会喜欢一个人，会让一个人对我们有如此大的情绪变化呢？今天的节目我就会给你解答，也就是我们人类的情感源自于哪里？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是互相需要，也互相利用，也互相伤害的？首先，我们人类其实都是从猿猴进化来的，直到后来的洞穴人、现代的智人。好，人类其实都是基因的载体，我们被基因控制着，基因其实交代着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任务。这边我给大家2秒钟去思考看看，哪2个任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第一个就是活下去，第二个就是生孩子，也就是繁殖。我们一切的情绪变化、情绪波动，都是源自于这2件东西。就是如果你今天会因为一件事情影响到你的生存活下去的概率的话，它就会造成你的情绪变化。或者是一件事情如果可以增加你生孩子繁殖的潜在的这个概率的话，那你就会开心。简单来说，就是只要它可以增加你的生存或者繁殖的概率，它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会让你有情绪波动。也就是你看见我们男人只要看见美女都会开心，好，不管你是在 TikTok 还是在 IG 上面看见漂亮的女生，你就会想要看更多。好，因为在潜意识层面，美女有增加我们繁殖的概率，即便你不是真正的跟她交配，你还是会因为这样子漂亮的女人，看到这样子漂亮的照片，你大脑的多巴胺就会分泌出来，让你有兴奋、幸福的感觉。所以，漂亮的美女潜在的就是健康嘛，生出来的宝宝就有健康的身体，有高的生存价值。根据非科学研究报道说，漂亮的女人更容易让男人勃起，甚至让男人射精，这就是让男人容易有情绪反应。记得 horny 其实也是一种情绪反应。总之，你记得。这一切增加或者减少你生存或者是繁殖的概率的，就会让你开心或者难过。然后你家里水灾，你就会很难受、很伤心，那是因为它影响到了你的生存、你的生活。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今天你没有客人，你会很担忧，满脸愁容，生存受到影响。如果你是打工的，你老板跟你说他要裁掉你啊，你就会很想哭，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餐会在哪里。就是你的生存价值跟条件都受到影响。如果今天女朋友离开你，你就会哭天抢地，想要让她留下来，因为你的繁殖价值跟条件受到了伤害。所以，我们人类的情感源自于这些方面。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男女之间的情感，更深入的来讨论一下。好，其实从进化的角度上来看，男女之间只是互补，各司其职，互相利用。男女之间的价值主要可以体现为这2方面。第一个就是男女生殖合作的关系。生物界从无性繁殖发展成为大多数今天你看见的有性繁殖，实现了生殖活动上的自然分工。其实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大飞跃，大大加快了生物的进化速度。对于无性繁殖的生物来说，比如说单细胞物种、细菌以及一些植物，生物体的遗传信息只能透过自身的生与死，被动的、痛苦的接受大自然的选择，它没有任何的主动的选择
性在里头。你想一下，如果人类是无性繁殖，那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因为适者生存，有性繁殖可以培育出更好的基因、更强大的个体。对于有性繁殖的生物，也就是大自然的大多数生物，包括我们人类，其实生物体的遗传信息可以通过配偶之间的优化选择来主动的筛选，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传达出来你是一个有优质基因的男性或者女性的话，你可以得到的配偶的数量就越多，因为大家都想要跟你交配，以便生出更好的下一代。这样子的信息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信息它是深刻的刻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中、身体里面。所以人类的生殖活动，它就是自然分工的，由男人完成受精、射精、生理的性交行为，给女人接受受精、怀孕、哺乳的生理行为。这种自然的分工构成了两性之间的共同利益，维持和发展人类的生命。这种共同利益也反映到了我们人类的主动意识当中，就形成了两性之间的互相吸引的情感，也就是情欲和性欲。那性欲是人在纯生理意义上对于异性的向往，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这个情感的来源。所以你不能去忽略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性欲的需求。如果你一直把自己这两方面的需求遮遮掩掩起来的话，那你会有很严重的心理毛病。其客观目的就是致力于人口的生产，让人口不断的繁衍，增加人口。OK， 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地球上的人口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化或者人口数量变少的话，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因为它将面临灭亡。所以男性跟女性之间的吸引，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性欲的前提。如果互相没有性欲的前提，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感情。就好像一些夫妻如果太久没有性爱的话，那很快他们的关系就 GG 了。第二个，男女之间的共生合作关系就是生产。在生产方面，因为女人她们已经尽了生殖活动上的劳动义务，所以男人必然的更多的承担着其他方面的劳动义务。你会看见女人在体力活劳动能力方面通常是远低于男性的，因为她们受到了生育活动的制约。女人她们不能更多的参与高强度、高速度的体力活动，所以你看体育比赛。不可能会看见男性跟女性同场比赛的，因为女性先天就有劣势，所以他们的劳动能力是远低于男人的。所以在古代女人她们是不能过多的参与户外活动，从而缩小了她们的见识面，限制了她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了解，也阻碍了她们对于事物的综合反应能力和抽象思考思维能力以及逻辑能力。这些都是女人输给男人的，因为她先天就有这些劣势，她们比较少进行大的劳动或者狩猎活动。所以今天女人她们在需要生育、养育和培育的过程中，也逐渐的培养出来了她们的细致心、耐心、爱心，还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牺牲的精神。这个就是一个互补嘛，男人逻辑能力，女人就是感性能力，照顾小孩。所以男女之间的互补就提高了生产资源，然后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也节省了很多的劳动时间，扩展了劳动的适应范围，提高了这个价值，然后也建构了男女之间互补利益就是一开始我们讲的男女之间其实是互相利用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有一个客观的存在目的。所以今天你要建立、维持和发展男女关系，那你就要有自己的价值，才可以吸引到对方。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男性或者女性的话，你存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就是潜在的让大多数的异性感觉不到你是有一个好的基因的话，你就找不到交配对象。所以今天一个强大的男人或者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自然的他们可以吸引到大多数的想要跟他们交配的异性，那就表示了他们的基因是有优势的。
人类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一夕之间形成的，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进化而来的。如果你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应用在情感领域方面，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不一样的解答。所以我要说一个重点在这边：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单身的男人，你逃避找对象，那你就会造成你在情感性方面就会有一个匮乏，就会有一个缺在这边。渐渐的，你的心理上面就会产生一些自我封闭、缺少自我价值感的问题，你会变得没有自信，进而的导致生活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单身，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给你的建议是，即便你没有男女朋友的话，都一定要找到约会的对象，找到可以打炮的对象，这样你的生活才会比较正常、比较健康。我这个频道是给大多数男人学习如何吸引异性的。那如果你要让自己从一个比较初阶段等级晋升到非常高阶段的花花公子，击幻女人的能力，你可以订阅我这个频道，收看我所有的其他的影片。同时，你也可以到我的个人博客网站上面，有大量的免费资源供你学习。当然，如果你需要更加细致的自我提升把妹方法的话，你可以参加我的线上课程，有情场赢家，还有花花公子以及其他的比较小的课程。接受一切挑战，你将会变成一个强者。从今天开始，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See you。